好，我是 Kristin 巴拉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做一點不一樣的料理，我們要來挑戰素食界頂級黑科技——純素番茄炒蛋。說到番茄炒蛋，這道菜根本就是我們亞洲人的靈魂料理，對吧？大家都會很喜歡吃，不管是配稀飯啊、拌白飯，或是半夜肚子餓的時候，隨手就煮一煮就可以吃了，配一盤飯。它永遠都是那種怎麼吃都不會膩的存在。但是問題來了，如果你跟我一樣，有時候想讓身體清爽一點，不想吃雞蛋的時候，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全素的朋友，或者是現在蛋價很貴啊，所以大家就很少在買雞蛋。那這道經典料理要怎麼辦呢？今天這一集呢，我不只要跟大家分享你是怎麼用豆腐來做出雞蛋的滑順口感，還要搬出我的私房秘密武器——毛豆仁。很多人做這道菜啊，都是紅紅黃黃，但是呢，我就升級成紅黃綠的高級配色，加了毛豆。它不只是好看啊，營養也是直接拉滿，變成一道真正的高蛋白的料理。而且先跟大家預告一下，今天最瘋狂的不是外觀，而是味道哦。我們會用到一種聞起來有點奇妙，但加進去會產生驚人變化的神秘鹽巴。如果你是那種沒有蛋香就不算是番茄炒蛋的人呢，那你就一定要看到最後了，因為那個蛋香的來源啊，真的會讓你懷疑人生，根本就是味覺上的模仿。不管你是因為過敏不能吃蛋，或者是為了環保選擇全素，還是像我一樣熱愛研究各種黑科技料理的吃貨，今天這支影片一定會讓你大開眼界。那我們現在就來備料咯。現在我們先來處理這道菜最主要的食材番茄，準備2顆紅色的番茄，紅到發亮的大番茄。在選番茄的時候，記得那種摸起來要有點肉感，沉甸甸的，這代表它汁水有充足。你們知道嗎？番茄故事超瘋狂了。16世紀的時候，歐洲人叫它狼果，覺得它美得太過分，紅得太妖豔了，絕對有毒，所以大家只敢把它種在花園裡面看觀賞，沒有人敢吃。結果呢，現在它已經變成全世界最偉大的天然味精，因為它富含滿滿的谷氨酸，也就是鮮味的來源。我們現在要把它切成塊狀，大概像這樣2到3公分左右的大小。大家記得哦，千萬不要切得太細碎的小丁，不然你等一下下鍋炒一炒，番茄就會直接消失成番茄濃湯了。但是如果牙口不好的長輩或是小孩，就要切得細一點，這樣子比較好入口。這次呢，我們就切大塊一點，要保留一點點那種大塊的果肉感，這樣你在配飯的時候，舌尖壓下去，那個番茄汁噴出來的快感，才是這道菜的靈魂所在。番茄放盤中。接下來我們的偽蛋替身就是這盒豆腐啦。這盒豆腐就是等一下負責提供那種滑蛋口感的關鍵。這裡有一個黑科技重點，大家筆記預備好。這道菜絕對不要用刀切豆腐。大家看看哦，我拿出一支叉子，就這樣子隨意的、狂野的給它壓碎。為什麼呢？因為真正的散蛋在鍋子裡面炒出來的形狀就是不規則的，有大有小，有稜有角的。如果用刀切成完整的正方形、方塊狀，那看起來就太工業風了。大腦一看就知道，哦，你今天是在吃豆腐，不是在吃蛋。我們要的是這種手作感的自然線條，有的地方大一點，有的地方細碎一點，這才是騙過你大腦的第一步，讓他以為自己在吃那種超嫩超滑的滑蛋。現在準備2片生豆包。如果你只是用豆腐的話，口感會太軟，太像在吃軟軟的粥，沒有什麼嚼勁，所以呢，需要用到這個生豆包。我習慣把它切成碎條狀。為什麼要加豆包呢？豆包本身有很多層次，等一下我們進鍋油煎過後，它會變得微焦，產生一種 Q 彈的韌性，那個口感簡直完美模擬了雞蛋蛋白在油鍋邊緣被煎到金黃焦脆的那一種層次感。這就是為什麼你的素炒蛋能夠從還不錯變成天哪，這真的是雞蛋嗎的終極秘密。它可以補足豆腐缺少的那個肉感。豆包放盤中。最後來介紹一下我們今天強行加入的秘密武器——這個毛豆仁，大約準備半碗左右。我這裡的分量是台幣30元。毛豆在我們素食界可以被稱為植物肉，蛋白質含量高到不行，但除了營養啊，
我更看重的是它的色澤。你們看，紅色的番茄，還有黃色的偽蛋，再加上這個一抹的鮮綠色，這配色是不是瞬間變得很像那種一盤要賣380元的高級私廚出的菜？這3色一出來，保證你拍了照片發 IG， 你的朋友會瘋狂的私訊問你說，這盤番茄炒素蛋是在哪裡吃到的？這毛豆啊，它其實很清脆，咬下去呢，它也是有一種脆脆的口感，正好平衡掉豆腐軟綿，讓你整盤吃完都不會覺得膩。好啦，食材都準備好了，但開火之前呢，我要來問大家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你覺得番茄炒蛋應該是加糖派還是不加糖派？我先來說說我的立場，我是堅定的加糖派，不加一點點糖來平衡番茄的酸，提煉出來那種鮮味，這道菜簡直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不加糖的番茄炒蛋是沒有靈魂的，我是自己這樣覺得的。支持我的在下面留言要加糖派，反对我的也可以一起來交流。我們來看看，國內倒入多一點的油，這一步是關鍵哦，油千萬不能省。畢竟我們現在是在做炒蛋，不是在做水煮豆腐。油鍋熱了之後，我們把剛才那一碗混合好的偽蛋液直接倒進去，就是豆腐啦。加1茶匙薑黃粉，你們聽看這聲音好舒服哦。豆腐一碰到熱油，薑黃粉那個金黃色的顏色瞬間就被激發出來了，聲音也很療癒。整個鍋子裡面都是亮晶晶的，這畫面是不是很漂亮？這時候如果你手邊有黑鹽，現在就要撒進去的最佳時機了。放半茶匙，跟你們說，黑鹽撒下去的時候，那個硫礦味可能會讓你懷疑人生，你會想說，天哪，你是不是在廚房煮溫泉蛋？真的就是有那種溫泉蛋的味道。但相信我，你要忍住哦，這就是靈魂的香氣，也就是最重要的黑科技小撇步。我們現在用中火翻炒，炒到豆腐有點稍微變乾，讓它稍微煎一下，大概炒了2分鐘左右，可以看到水分有收乾了。現在放入豆包絲。炒到豆包絲也有點變成黃色了，它有一點微焦，現在先把它取出來。你們看是不是真的很像雞蛋，而且還有彈性？原鍋不要洗，再補一點點油，直接把番茄丟進去。這時候火要開大一點點。現在把番茄的茄紅素給它逼出來。黑科技的小撇步來咯，拿你的鏟子稍微的給這些番茄輕輕的壓一壓，讓它們的汁跑出來，給它們放血，這樣子它們天然的湯汁就會流出來了，這才是這道菜最頂級的底色。接着現在可以放入毛豆仁了，讓它在番茄汁裡面翻滾一下，吸一點那種酸甜的底味。如果你發現番茄汁不夠多，覺得有點乾，可以稍微的加一點點水，50cc 的水加進來，蓋上鍋蓋燜個1分鐘。我們要的是那種番茄變軟、半化不化、湯汁紅到發亮的狀態。好，現在是見證奇蹟的時刻了。把剛才那一碗金黃色的偽蛋全部倒進來，大家看哦，紅色、黃色、綠色交織在一起，這配色簡直就是料理界的紅綠燈，很漂亮。現在就是最後的靈魂調味了，1茶匙糖，番茄醬1湯匙，鹽再來補1/4小匙。為什麼要加番茄醬呢？這不是作弊哦，是因為它可以讓湯汁變得更濃郁。最後加上點胡椒粉提味，1/4茶匙白胡椒粉，我還會再放1茶匙的白醋，增加點酸度。趕快翻炒，讓豆包跟豆腐還有番茄都吸到這個番茄汁。這道菜完全不用勾芡，番茄的果膠跟豆腐結合在一起，產生天然的潤滑感。這滑順度還有這色澤，你們看我現在觀看的這一鍋，口水都快流到地板了，很香，味道都融合了，可以關火起鍋，準備盛盤。來試吃了，
這真的不是蛋嗎？看起來就很像，對不對？吃看哦。我現在做的這一盤呢，真的有一種做夢的感覺，你們聞到嗎？那種黑鹽的味道，它經過加熱後，硫磺味就有點不見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非常純粹厚實的熟雞蛋的香氣，真的就是雞蛋的味道。如果我現在蒙着眼睛被帶進這間廚房，我絕對會覺得這一盤就是番茄炒蛋了。我再吃看番茄咯，番茄和金黃色的豆腐，還有靈魂的這個毛豆，真的是很搭，太好吃了。毛豆還有一點點脆脆的口感，咬到會很有驚喜感。你等毛豆吃到後面有點尾韻呢，有點甜甜的感覺，這口感太科學了吧！那個生豆包絲啊，大家一定要加。它在嘴巴裡面呢是那種帶有一點韌性，然後焦香的感覺，一絲一絲的。還有嫩豆包啊，因為吸滿了番茄這種酸甜的湯汁，滑溜到不行，舌頭一壓下去就化開，很好吃。尤其是這個豆腐被壓碎，超像真的蛋，9成9以上都像這個蛋了。最讓我驚豔的是黑鹽的效果，它不是那種死鹹，它是你吞下去的那一刻會有一種淡淡的蛋香味，然後會回甘的那種蛋味，所以一定要加糖，因為呢加糖它會讓你的蛋有一點點甜甜酸酸的感覺，這就是這道菜黑科技的地方了。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分享、按讚、加訂閱，還要按讚追蹤粉絲頁，還有 IG， 還要加入我的賴社群爸媽聊素食，影片下面都有鏈接可以加入。好啦，今天我就分享到這裡，拜拜。